同学们好，郭老师教大家学习单片机入门的第一个实战项目，一个神奇的闹钟。所有的视频已经全部录完，视频呢我总共录了80讲，讲的非常的详细啊。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配套的程序员代码也已经全部完成啊，总共呢有几千行，这里的代码全是郭老师逐字逐行的带着大家去敲出来的啊。如果你们完整的跟着郭老师学，一定会有不少的收获啊。那么实物配套的原理图 PCB 我们也提供给大家了这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最终完整版的啊。我呢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闹钟，看它有哪些功能。一会儿呢我再介绍一下我们配套的视频包含哪些功能，还有我们的代码和配套的文档啊。电路板的背面呢没太多的东西啊，这是一个电池座这是一个锂电池啊，因为是 RTC 嘛，我们需要持续供电啊。黑色的这个呢是一个喇叭啊，它是可以说话的。我们按右边这个闹钟，它是可以说话的。闹钟这个闹钟不是这个语音芯片里面呢，我们配了一些不同的词语啊，到时候你们根据我的视频，你是可以自由让它说出各种话的啊。板子上面呢，一共是上面是8个数码管，下面是6个数码管。上面显示年月日，下面呢是时分秒，然后这是一个蜂鸣器。那么蜂鸣器呢，主要是让它发声用的。你看，我们可以按下，可以让它发声滴滴。这是核心单片机开关，这是Type C 的一个充电接口或者供电接口也可以啊。这块是一个电源芯片其他就没有了这边还有一个数字温度传感器，是测温度用的右上角这个呢就是语音芯片我们先来演示一下能实现哪些功能闹钟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实现一个闹钟的功能我们先来看主界面的切换主界面这个按键的切换，当前环境的温度23.4度就是用这个温度传感器显示出来的。再切一下当前电池的电压3.67伏的样子现在显示 AD 呢现在显示的稍不太稳因为我们没有做数字滤波所以看上去会有点抖再按下呢熄屏，再按下呢又重新显示。那么中间这2个按钮呢，在主页面呢是用来调节数码管的亮度的。我们按右边这个亮度降下来了，一共8级亮度可调，然后按左边这个呢调回去。最右边这个呢，咱们设计了一个让它报时我呢没有把最终的这个报时的程序给你们加上去但是我预留了各种接口闹钟，它可以说话。闹钟，然后呢，怎么设置的呢？我们长按这个按钮，进入到这 set 1，它可以有2个 set 2个，一共是2个。第一个呢是用来设置当前的时间，我们按最右边这个进入到当前的时间，年月日时分秒年月时分秒，按这是调节设置的一个选项然后呢，中间这2个是加和减你看年月日挨个都可以调然后按这个呢退出，然后再按它呢进入到第2个的设置。第2个是闹钟当前的闹钟是 off 时间10分秒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调节这也是调节的我就不调了，现在退出，然后长按它退出主界面。目前呢是这些功能看上去是这么点功能，其实它内部所包含的这个知识点还是非常多的就说这个按键的操作，这是第1级、第2级，第2级进来，再进到第3级，退出到第2级，再退出到第1级，这个是要利用到状态机的方法的那么我在视频当中详细的讲解了如何去使用状态机来实现这些功能。那么作为咱们的学习者将来你遇到多按键的多层次的设置调节功能的时候你就把郭老师的这个状态机的这个方法拿来用完全就可以学会了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包含哪些内容视频呢一共是80讲，我讲的非常详细从这个项目的概述开始，演示配套资料的一些介绍，然后怎么去下载，这是2个下载工具的使用，然后我们的课程的规划
和我们要讲的一些知识点。从第8讲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了这个项目当中。要做这么一个项目，那么我们应该去怎么去搜寻这些资料啊？然后第9讲开始，设计原理图了。我一边用 Ultimate Design 的软件设计原理图，一边给大家讲解这些电路的原理。不光教你们画图，还讲原理啊。电源和充电电路设计，电源和放电，单片机这里缺一个元件库，那么自己画了一个元件库啊。然后数码管的电路设计分了2讲。温度传感器 DS188B20 与蜂鸣器的电路设计，语音芯片、触摸按键电路设计，这个触摸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啊。然后从第18讲开始呢，我们要开始讲解原理图的编译和 PCB 元件的导入了啊。第19节开始呢，因为18讲我们已经导到 PCB 里面了，就开始布局了啊。从电源的电路，这部分先开始布局，然后呢，第20讲一直到22讲都是布局啊，各个器件它怎么布局？因为最终我们的产品你是要把它布成电路板上的这个样子的啊。那么布完局该干什么呢？第23讲开始布线了啊。布线前会讲一些基本规则作为初学者是非常适合的啊。那么我们的布线呢，电源部分 PCB 走线，单片机的 PCB 走线，数码管的 PCB 走线啊。然后这 PCB 走线的收尾，第28优化一下，29开始 GND 的最终的走线连通。第30讲布完线，最终要补泪滴铺铜31铺完铜之后呢，我们再做一个丝印第32讲我们做一个 mark 点的设计方法啊。第33开始头板打样，34报幕清单的整理。你看这些完整的顺序都是将来你们做项目的时候一个完整的顺序，就是这样过来的啊。我把整个流程全部都给你们录下来了啊，中间没有剪辑。我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遇到问题咱们现场解决问题啊，完全去模拟一个初学者或者一个新手或者一个项目这个执行者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他们怎么去解决的啊。所以很多节课的内容呢是比较长的有的达到40-50分钟甚至1个小时的这个长度啊。好了，从第35讲开始，我们报幕清单也整理完了，对吧？报幕清单整理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元器件都买回来之后，第35讲开始焊接先焊核心器件并验证 OK， 然后再焊其他的内容啊。37讲全部焊完该干嘛呢？我们要调试了啊，先调试一下我们的板子功能是不是正常，是吧？如果你板子功能都不正常，你最后焊了半天，那不是没用的啊。然后从第40讲开始，开始编程了啊。第4讲开始编程，那么从第40讲一直开始到第多少讲？63讲全是讲的编程啊。因为编程的时候呢，我也是站在一个初学者的角度带着大家去学啊。因为初学嘛，对吧？第一个实战项目嘛，那首先是照猫画虎，对吧？怎么配置 L 口？从这开始配置 L 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用到了这个增强型单片机啊。咱们这次这个项目用的是8051的增强型单片机，它的库函数怎么是使用的啊？然后编程点亮第一个灯数码管我们设计的时候画反了怎么办？画反了没关系，因为它是 L 口控制的，咱们 L 口上去调就可以啊。这是蜂鸣器的驱动，这要个延时函数，电容这4讲呢给大家补充了一些电容触摸相关的一些额外的一些知识点啊。然后第50讲触摸寄存器的配置触摸驱动的实现，触摸功能的实现，然后语音芯片的介绍，然后这部分是讲了内置 RTC 的功能。RTC 一直到第59讲都是 RTC 第60讲开始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多文件工程多文件工程啥意思呢？你看像这个项目，这就叫多文件的这种工程很多工程这里面呢一个里面你看还有很多头文件，看到吗？这种项目如何去建立将来你们做项目的时候都用这种方法去做库函数我们会详细的讲解库函数。这里就是库函数，比如说你看这就是库函数的使用都是用的结构题好，在这儿62讲温度传感器代码移植温度传感器采集串口输出，这顺便把串口也给大家讲了64讲呢，我们做了一个整合的小结，最后把功能重新梳理了一下，然后就调整了一下65讲呢开始干嘛呢？整合了这些前面的挨个代码我们去把它对应的硬件功能调试出来，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功能也实现了。第64讲开始整合之后呢，我们需要把每一个全部整合到咱们的整体的这个工程当中来第65讲呢，是我们建立了一个最终的项目工程基板，就是咱们的这个
这个叫项目工程基板啊，在这个基板里面逐个就把这些文件怎么去添加进去啊？你看 LED 先整合。RTC 先整合，语音芯片整合，电容触摸整合啊，这些全部都整合完了。整合完之后呢，我们要实现最终我们程序的这个流程图了啊。程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程序流程图的讲解啊。程序流程图，在这里看一下啊，我们的程序流程图，稍等，我把这个关掉。那么我给大家设计了啊，我们整个项目的程序流程图一共分几级啊，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进来啊，在视频当中都有详细的讲解啊。程序流程图讲完之后，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状态机啊。其实这个项目其实最重要的程序的流程呢，是基于整个状态机来完成的啊。通过状态机方式，我们来实现触摸按键的短按呀、长按的检测呀，还有每一层级对应的功能怎么去设置啊？设置选项、设置日期啊、设置时间日期的调整啊，修正了一个 bug， 就设置闹钟的显示界面，设置闹钟的调整界面，最终一个大结局，我们的闹钟闹起来啊！这是整个80讲的视频完整的这个介绍啊。那么这里是我们的代码啊，程序代码呢也写了不少了啊，应该加起来有几千行的啊。从媚函数开始，那郭老师呢带着大家一行一行的开始给大家写代码啊，逐个函数啊我都给大家介绍了。不光是逐个函数，每个函数里面的每句话我都给你们详细的介绍了啊，而且都加了注释啊。你看该加注释的地方我们全都加了注释的啊，都是起什么作用？这是显示的，是吧？这是显示头文件 RTC 的实时时钟的点 C 文件头文件啊，这里还有一段我们嵌入的汇编代码啊，是用来实现它的中断函数的啊。voice 这是它的咱们声音语音芯片啊，语音芯片头文件，触摸的C 文件，触摸的头文件。好，这是我们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些代码的介绍啊。那么除了代码呢，我们还有一些文档啊。这文档呢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你得有个需求，对吧？这样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学习目标，那学完了，你已经学完郭老师的51单片机的入门了。OK， 现在呢，你已经会使用 STC8952单片机了，但是呢，你没有项目经验，这个项目就是你用来提升自己的项目实战能力的啊。项目中我们使用8H 系列的8051内核单片机，1个 T， 速度1个 T， 比传统51单片机快12倍啊。传统51单片机叫12T， 对吧？咱们这个是1个 T 的啊，内置48兆的晶阵啊。而且又快了4倍，所以在12倍基础上又快了4倍啊！内置多种硬件资源，外围结构非常的丰富啊，性价比极高。这个单片机的均价只有2块钱啊！通过学这个 MCU 单片机，你们要知道，我教你们的89C52就是用来入门的啊，因为它的结构相对简单一些，好入门。我直接上来给你们讲一个8H，你们接受可能会有一点差啊，所以呢。我是先教你们入完门之后呢，咱们做实战啊。后续你们真正做项目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用这种8H 或者是32G 啊，或者其他的15系列了啊，还有其他的品牌和厂家的增强型51单片机啊，都有可能用到。这一个项目你学完了之后啊，你其他的增强型的8051单片机你就全部都会了啊。当时我给你们讲了如何通过这么一个结构图来最终完成我们所有的这个课程的规划。学习到我们的配套的知识点，然后咱们的功能最终是怎么实现的啊？通过一张图啊，那么最终就全部就完成了啊。那么通过这个项目呢，我呢简单的梳理一下，你们能学到哪些知识啊？你看增强型51单片的应用，多文件工程的应用，原理图 PCB 的规则技巧啊，新手焊接调试各种功能元器件的选型的一些技能，还有语音芯片、温度传感器的芯片，还有。单片机我们使用的酷函数怎么去用啊？增强型51单片机的酷函数，包括将来你们要用这个32位 ARM 单片机的时候，也会使用酷函数。电容触摸功能、多串口的应用 ，LED 的驱动、RTC 功能啊，时时时钟的AD 采集电压、锂电池充放电的管理啊等等。这个项目啊，看上去简单，你要是仅仅从这个外观上看呢，看上去简单点，但是呢。它里面包含的知识点还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作为第一个项目，你们新手初学者，你们第一个项目啊，绝对是干货满满的啊。郭老师当年学单片机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一个闹钟，但是我那阵的闹钟啊，
用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啊，周边要加一堆东西。那数码管还不能只用单片机 L 口去，还要加一些驱动芯片。现在的这个单片机，因为它功能实在太强大了，你看整个板上就一个单片机，这些全部都数码管它驱动 ，RTC 它内置，一方 PROM 它内置看门狗 SPI、iPhone C 所有接口它都有啊。然后语音芯片，L 口去驱动，这就不用说了。内置触摸，你看以前像我们做一个触摸还得自己去加额外的触摸啊，所以这个单片机你学会了之后，基本上8051内核的单片机你就全部都能学会了啊，全部都会操作了啊。好了，同学们，接下来的80讲的内容啊，希望大家认真跟着郭老师一节课一节课的来学啊，你一定会收获满满的啊。好，同学们加油，祝你们成功。